巴克斯特公司 CEO 追回了前女友，代价，他怀孕的妻子不告而别。第1个月，卡尔文无动于衷，他正忙着膜拜他所谓的真爱。第2个月，他的兄弟们打赌安吉拉何时会灰溜溜地回家。第3个月，恐慌袭来，他派人四处搜寻我的下落，一无所获，音讯全无。自那以后，在奥瑞姆堡，安吉拉、阿斯特成了骂人的话，但没人看到的是，他夜夜想他想得发疯，几乎崩溃。第1章，卡莫里亚，奥瑞姆堡。巴克斯特家有个傲慢的传统，一场不欢迎外人的浮华年终晚宴。但这次显然有人没收到通知，吉安娜·佩恩来了，卡尔文·巴克斯特的前女友，他的唯一真爱。他们姗姗来迟，晚宴早已开始。卡尔文一手搂着她，你猜他们朝哪儿来了？直接冲我来。我看着他那张得意的脸，眼眶开始发烫。他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。结婚3年，我依然没能越过那天鹅绒的绳索，真正进入他的心。起来，这不是你的位置。毫无愧意，毫不迟疑，就这么当着所有人的面直接羞辱我。是啊，他说的对，那把椅子不属于我，它属于巴克斯特夫人。法律上，那是我。感情上，我简直像个幽灵。既然她珍贵的吉安娜已经溜回了卡莫里亚，我就该识相点，消失。房间里每一道目光都像刀子一样刺过来，我动弹不得，说不出话。多年来忍气吞声早已让我麻木。正当我准备起身时，卡尔文掏出一张银行卡，像打发女服务员一样丢过来，这够了吗？倒抽冷气和窃窃私语生像短路爆出的火花，瞬间在餐桌上炸开。结婚3年，这甚至不是他第一次试图给我的尊严标价。无情交易的 CEO 卡尔文·巴克斯特就是这种人。见我没反应，他眨了眨眼，好像我导致他系统故障了一样。我们结婚3年了，你现在不会要坐地起价吧？轰！一句话，瞬间击碎尊严。我垂下目光，正要开口，吉安娜却抢先了一步。卡尔文，这是家庭聚会，别闹得不愉快，她娇声说。然后像施舍一样，她把她的手镯塞进我手里，她送我生日礼物。现在是2手货了，但你可能喜欢。我挤出一丝微笑，正要递回去，她却抓住我的手，给了致命一击。她指着我的戒指，咯咯笑了起来，那个戒指也是卡尔文送我的。我告诉他丑死了，让他扔掉。没想到真有人会戴。看来你让他重获新生了。一片寂静，沉重的令人窒息的寂静。我不用抬头也能感受到那些目光。八卦、怜悯、幸灾乐祸。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。指甲掐进掌心，我猛地摘下戒指，放在桌上。我转身要走。卡尔文的声音阻止了我，等等，别忘了卡。就在那一刻，我听到了心碎的声音。好，卡尔文，忘了告诉你，我怀孕了。而这个孩子，他永远不会知道你这样的人。回到家，我把验孕报告塞进衣柜一堆毛衣后面。我本打算给卡尔文一个惊喜。任务完成，他抢先给了我一个惊喜。完美。在这痛苦的终点，我们终于同步了一次。互相失望，达成。第2章。我刚关上柜门，楼下就传来了前门被打开的吱呀声。先是吉安娜的声音飘进来，接着是她高跟鞋的咔嗒声。她挽着卡尔文的手臂，仿佛他是她的所有物。说实话，她看起来比我更像这个家的女主人。卡尔文看到我，挑了挑眉。吉安娜在卡莫里亚没地方住，她会跟我们一起住几天？行。我也懒得问，为什么在他那么多豪宅顶层公寓中，只有这一个选择？问出口只会显得我更可悲。我压低声音，需要我搬出去吗？省得麻烦。他皱了皱眉，显然不喜欢这种安排带来的观感。不用。
你把主卧让出来就行。好，不争不闹。我转身就开始收拾东西。那就去客房吧。在走廊擦肩而过时，吉安娜提高了嗓门：卡尔文，你知道的，我有洁癖，让管家给房间消毒，我可受不了不干净的地方。我的脚步顿住了，我看向卡尔文，他不可能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，他当然听出来了，他只是不在乎。今晚太晚了，我带你去酒店，明天打扫干净再回来。吉安娜咯咯笑着扑进他怀里，越过他的肩膀，抛给我一个得意的小眼神。好吧，但你得陪我，我一个人会害怕。卡尔文眼都没眨，带他下楼，走出了大门。而我呢，独自站在那里，手里是没完全合上的行李箱，满心满怀都是悔恨。真是个笑话。我低头看去，婚戒留下的痕迹还淡淡的印在手指上。3年的自我欺骗，3年假装自己很重要。晚上11点，我和律师敲定了离婚协议。窗外雨终于开始下了。吉安娜的社交账号更新了一条动态，她和卡尔文全在酒店床上，她打扮得光彩照人，笑得像中了彩票。配文：并肩相依，心跳共鸣。是啊，我也曾拥有过那样的拥抱。就在6个月前，我母亲葬礼之后，3年前，我为钱嫁给卡尔文，刚好够支付母亲的医药费。我知道他不爱我，但还是卖掉了自己仅存的所有尊严。无所谓了，所有的钱都没能救回他。那晚，大雨淹没奥瑞姆堡，我坐在黑暗里，攥着他留下的旧衣服，哭得悄无声息，心口发疼。卡尔文走进来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他只是把我拉到床上，抱了我一整夜。当妈妈离开这个世界，当我彻底一无所有时，他给了我那片刻的慰藉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以为自己又有了家，真的以为我做到了。离得那么近，我咽下喉头的硬块，给他的动态点了个赞，放下手机，闭上眼睛，试图忘记。10分钟后，屏幕亮起一条置顶消息。还没睡？听到提示音，我坐起身，更多消息接踵而至，当然是卡尔文。我看到吉安娜发的了，别多想，我只陪了他一会儿。接着是电子转账，他的惯用伎俩，用钱买安宁，买沉默，买我。自从妈妈去世，除非他硬给，我不再拿他的钱，通常要推拒几次才会收下。但这次，我眼都不眨就接受了。谢谢，巴克斯特先生。电话立刻响了，他听起来有些措手不及，这次怎么收得这么快？没等我回答，吉安娜甜得发腻的笑声插了进来。阿斯特女士，既然你还没睡，能给我们送碗藏红花奶汤到酒店来吗？第3章，他继续说，卡尔文说你做的特别拿手，你不介意让我尝尝吧？我正准备硬邦邦的回绝，这时屏幕又亮起一笔转账。卡尔文，备注：辛苦费，真好，通常是给女佣的那种小费。看来我正是被降级了，巴克斯特夫人，现兼职帮佣。我干笑一声，挂断电话，收下了钱。反正快离婚了，趁着头衔还在，能赚一点是一点。等我带着汤赶到酒店，已是凌晨2点。套房的门虚掩着，像是专程等我。我踏进柔软的地毯，吉安娜的声音飘了过来。卡尔文，我听说阿斯特女士妈妈去世那晚，你在床上抱了她一整夜，是真的吗？你爱上她了吗？我僵住了，几乎屏住呼吸，去意已决，却止不住心跳如擂鼓。那晚的记忆汹涌而至，暴雨、沉默，以及我放任自己相信找到了爱的瞬间。卡尔文，你还记得吗？房间里，他站在窗边，望着窗外的雨出神，就和6个月前那晚一样。吉安娜用抱怨又不耐烦的语气推他，卡尔文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他回过神，声音平静，却像一记耳光。没有，我只是可怜他，就像可怜流浪猫狗一样，仅此而已。哐当，保温盒从我手中滑落，
汤洒了一地，所有目光齐刷刷看来。卡尔文最先走出来，看到我时愣住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没回答，只是蹲下身开始清理。卡尔文皱着眉蹲到我旁边，伸手想帮忙，我不由自主地躲闪了一下，缩回了手。他的手僵在半空，随后若无其事地放下。但吉安娜看到了，她当然看到了，眼中闪过 Patty 的嫉妒。她抓起名牌手包，抽出一张钞票，在我面前晃了晃。阿斯特女士，辛苦你了，这是跑腿费。那张钞票飘落，更像一记耳光打在我的尊严上。妈妈生病时，我吞下所有自尊，只为让她活下去。如今她走了，羞辱却丝毫未变。我扯出一个苦涩的微笑，谢谢。接过钱，转身离开。卡尔文抓住我的手腕，声音严厉，你一点都不生气。我的眼神闪烁了一下，生气？生什么气？或者更该问，我有资格生气吗？在他眼里，我只是知他心血来潮想救济的流浪猫，一个项目，一个怜悯案例。他慷慨时留着我，不慷慨时随时可弃。我该走了，很晚了。认清自己的位置从未换来丝毫善意。卡尔文挡住门，眼神晦暗，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你以前也不会眼睁睁看着别人欺负我。2年前，他一个堂兄当众骂我是便宜货，卡尔文把他踢出公司，禁止他再出现在我面前。1年前，商业晚宴上有人把我推下泳池，卡尔文跟着跳下去，把那个家伙按在水里，直到保安把他们分开。他从未爱过我，但至少那时他保护过我。他也想起来了，手尴尬地攥紧但我不想再重播旧磁带了。我对他俩礼貌地笑了笑，走了出去。第4章，我刚要跨出门槛，卡尔文的声音让我浑身一冷。我知道你去医院了。你知道？我问。他低低嗯了一声，有些犹豫。有人看见你在那儿。你没事吧？我愣住了，猝不及防。他接着说，你妈妈的医生还在卡莫里亚，需要的话我可以联系他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他以为我病了，他根本不知道我怀孕了。我的睫毛颤动，但奇怪的是，我很平静，像是说就这，现在他来关心了。第2轮怜悯，只是这次我不是流浪猫，我是家养的狗，病了，主人突然想起我的存在。我对他露出一个苦笑，又瞥了眼吉安娜，他脸上的假笑快挂不住了。只是去做了个检查，我说。然后趁卡尔文还没扮演医生侦探，我赶紧溜了。第2天早上，我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，刚出门就砰地撞见正在打扫的管家，他眼都没眨，像早在日历上标记好了。说实话，就算全家都赌我能撑多久，我也不意外。卡尔文从不掩饰我只是吉安娜 2.0。 我走进院子，努力让自己麻木。这时2楼主阳台爆发出一阵混乱，东西接二连三地被扔下来。我抬头看去，主卧室，那个我住了3年的地方，床单、水杯、枕头，我留下的所有东西都被像垃圾一样扔出来。整个氛围就是感谢参与，请勿回场。然后是压轴戏，我们的结婚照。照片里的我僵硬地站在卡尔文旁边，笑得像个傻瓜。那个女孩如今已是陌生人，相框砸在地上，碎裂，玻璃四溅。我吸了口气，径直踩过那堆狼藉，继续往前走。昨夜的雨已经停了，我的也是。卡尔文和吉安娜直到傍晚才拖拖拉拉地回来。豪宅光洁如新，像清洁广告。吉安娜得意地点点头，显然对自己命令被严格执行很满意。卡尔文，他可没心情庆祝。他打了一早上电话给安吉拉，全都石沉大海。那番在心底排练了无数遍的说辞，依旧堵在喉咙里。正当他再次拿起手机，管家笑吟吟地从楼下过来，佩恩小姐，他满脸堆笑，
屋子都打扫得一尘不染。主卧也是，把那女人的东西全清空了，彻底消毒。哦，不过衣柜里有份文件，我没打开看。他从围裙里掏出一个文件夹递过去。卡尔文扔下手机，一把抓过，一本笔记本滑了出来，是孕期备孕笔记。他僵住了，脑子直接跳到那个雨夜。安吉拉在他怀里哭泣，喃喃说他没人可依靠了。而他，天啊，他居然吻了他的额头说，我们要个孩子吧，那样你就有家人了。他信了，去看医生，做研究，一点点卸下心防。他的嘴唇抽动了一下，那个愚蠢的柔和微笑偷偷溜了出来。接着，他翻到最后一页，整整齐齐夹在里面的是一份验孕报告。